哇，回到家看到老婆煮的一锅南瓜浓汤哦，它里面有海鲜料，那我们就来做一下南瓜浓汤的馒头啊，反正就是一样是南瓜馒头啊，但是它是南瓜浓汤口味的。好，我们现在来介绍今天的南瓜海鲜浓汤馒头的材料。这个就是南瓜浓汤啊，这里有270cc， 那我们把它倒进来。哇，这是发酵粉哦，刚才忘了先放进来。哦，270cc 的南瓜浓汤，好，我们把它倒进来。然后这边是虾子啊，海鲜浓汤里面的，我们把它捞出来的啊，然后把它剪成小丁，我们把它拌匀一下，成大面絮状。因为这个南瓜浓汤它比较稠，那会在杯子里面会掺比较多的南瓜汁啊。那我们把它剥干净，不然我们的水分会不够。好，我们把它搅拌成大面絮状。好，我们把筷子剥干净，因为这边还是有一些那个南瓜泥在上面，所以你这样感觉不会说整个结成块，但是你可以感觉这样子摸，里面还是有水的啊。如果你这时候再加水或者是南瓜浓汤下去啊，它会变太湿啊。那我们先就这样子先把它搓揉按压，让它成为面团。如果真的不够的时候，我们再加一点那个南瓜汁啊。如果没有，我们就再加一点水下去就可以了。哦，这样子搓揉，差不多刚好。因为我们刚才看的是比较小的面絮啊，因为南瓜本身它比较稠嘛，然后会跟面粉稍微结成块，可是它里面是有水分在的，它不像我们一般用白开水啊来和的时候，它就里面没有那种粘稠状啊，不会成结块这样子。好，我们把它取出来，然后开始在工作案板上搓揉。那我们的搓揉时间呢，一样是抓8分钟。哦，这个是花枝，因为这个是今天临时看到的啊，回家的时候老婆已经煮好了，所以没有办法告诉各位那个南瓜浓汤的制作。那各位可以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搜寻那个一些美食老师的 YouTube， 或者是你本身就会做，那你就可以拿来操作这样子。我刚才有煮南瓜浓汤的时候，你就可以来留一点来做馒头。哦，这个是虾子啊，虾仁。我们一般做的南瓜馒头啊，大部分都是做甜的。那我们今天做一点咸的，咸的口味。各位可以看到这是虾子，因为今天食材不多哦，虾子啊、花枝的食材不多，不然你也可以在排完气的时候把它擀平，再铺在上面，这样会更丰盛。好，经过差不多8分钟左右的搓揉，我们的面团已经好了。我们的工作案板是干净的。面团是光滑的，手也是干净的。那我们把它放在工作盆里面，盖上盖子，等待它做1次发酵。1次发酵的判断就是这个面团的2倍大。那我们等一下回来。Hello， 我们的1次发酵已经完成了哦，已经比之前膨胀差不多2倍多了。那我们在工作案板上面撒一层粉，然后把它拨出来。那我们开始做排气的动作，排气的动作一样是做差不多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那你如果你的面团有稍微湿了一点，那你就适时的添加手粉。好，所谓的手粉就是我们的中筋面粉，我们先放一个盒子里面，然后放在旁边备用。那随时如果说我们的面团比较湿，我们就用这个手粉把它撒一下。然后再搓揉，因为昨天有一个好朋友问我说，为什么是用熟粉煮熟的熟，而不是用生粉
哦，那是可能我的发音没有那么标准，那就是手粉，就是手上这个粉，哦，就手上这种粉，哦，这个就是因为我们馒头是用中筋面粉，所以你的手粉就是中筋面粉就可以了。那像现在是疫情期间，那有蛮多的家长会带着小朋友一起来操作面食类的，跟小朋友一起玩，一起互动。我们先不管它的漂亮与否至少小朋友自己做，他就会觉得，自己做的东西，他们就觉得很好吃这样子，那从中产生一些乐趣。他会做一些造型啊，我们大人可能想不到的造型，他都会做得出来，增加亲子互动。像现在揉一揉，感觉会粘手了，这个就代表面团稍微湿了一点点，那我们就适时的添加手粉。好，我们的面团已经好了那我们把它稍微整形一下。那在工作案板上面一样抹一层薄薄的粉，那在面团上面也是一样。那我们把它擀平。好，各位可以看到这上面表面上有一点一点的，那个是胡椒粉好，我们来开始做卷的动作。卷的动作一样是由外面往里面卷，翻转，来卷。那把它卷实，然后再把它搓成长条，由内往外把它搓成长条形。好，这样就可以了。那我们来做切割的动作。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南瓜海鲜浓汤馒头那我们已经切割好了，放在蒸笼上面，等待它做2次发酵。2次发酵的判断就是现在馒头体的 1.3 到 1.4 倍左右。那我们等一下回来。我们的馒头2次发酵已经完成了，现在已经比之前膨胀差不多 1.3 倍左右了。那我们现在开大火下去蒸，等它冒烟开始计时15分钟，15分钟一到，那我们关火再焖个5分钟就可以出炉了。那我们等一下回来。Hello， 我们的南瓜海鲜浓汤馒头已经蒸好了那我们拿一个来试看看咯。首先它的弹性有那我们把它拆开来看，各位可以看到非常的绵密真的是海鲜浓汤的味道，还不错。只是我们今天的料比较少一点你可以闻到虾子的味道虾子的味道。那我们试吃一口来看看吧。一样是非常的 Q 口感非常的好。然后昨天也有好朋友在问说，为什么我们搓揉的时间要这么久？那他的答案就是，你搓揉时间久，你的口感就会好，就会非常的扎实这样子。我们的馒头是非常扎实的。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南瓜浓汤馒头这跟我们之前或一般在操作南瓜都是做甜的有所不同，今天是有点咸的那你也可以用其他的口味来操作，反正在疫情在家里没什么事做，那你就可以变化一下或者是跟小朋友一起玩馒头。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当然可以在家里试着操作看看。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那当然更欢迎你帮我按订阅、分享、再按赞咯。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